大家好，我是 Ason 啊。那今天呢，又来回到這個名列前茅的那個競技場比賽。對，那這次打的那個玩家或者是用的角色是誰呀？那就是我們的又愛又恨的那個英雄滿眼劍客。對，那為什麼是滿眼劍客是又愛又恨？是因為以前也說過。滿眼劍客，他那個上限跟下限其實是非常之接近的。就是如果你是新手的話，用那個滿眼劍客，其實跟那個老手用它區別不是會差那麼大。就是那個局外人來說，就是那個敵人來說，就是用那個滿眼劍客的玩家，其實那個上下限都非常的接近。就是這英雄就是那麼強，对，簡單來說就是他是那麼強。那個就是又愛的部分，就是新手最愛，然後恨的部分是什麼？就是那個敵人應對這個滿眼劍客那个敵人是非常之恨的，因為他真的非常之難纏，主要是他那個重低，就是那個劍氣部分，就是有個圈圈那個部分是超級麻煩。自從那個上次那個 buff 之後，他那個劍氣那個部分真的超級麻煩。對，那麼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局這個玩家的那個滿眼劍客的表現。對，而且我是怎麼應對這個滿眼劍客。對，那影片開始前呢，也是那句，如果你喜歡的話，先訂閱一下，謝謝。那我們回到這個影片裡面。那這個玩家是我們以前打過的，叫 Tito 玩家。那為什麼我記得他？那是因為他很久以前有主動來跟我打招呼，所以的話，基本上如果你有主動跟我說過話的話，而且你是沒有什麼改過名字之類的，或者你有一些什麼特別的那個角色應用的話，我就是會記得你的。對，所以的話，就你來跟我打招呼，我會跟你說那個嗨。對，就是沒錯，就是這樣。那我們回到這個影片裡面，那已經來到這個遊戲的中期了，兩邊的技能都已經好了。那基本上我現在就會再看對面多一個行動，然後我再選擇開技能。OK， 這邊應該準備開了。可以啊，這邊的話開黑毛那個打我下來，因為他前面已經接了一次。就是如果記得的話，黑毛或者那個死魂大師，他的那個 combo 你是需要把敵人打在那個地下裡面，然後才會重新設定一次，就是他會重設那個狀態才可以接第二次。哎呦，這邊探員也不錯。那個就是我為什麼我不喜歡用那個日神劍的原因，就是它會發生這種事。那個雖然它可以破反而是可以打破所有的無敵狀態，但它就是會發生這種在那個 Timekeeper 衣服裡面連續中2次 Timekeeper 效果的那個狀態對，所以的話我是不太喜歡再用那個日神劍了。就是我已經把它換成那個天變 T 了。對，他剛才說到就是那個滿眼劍客，就是不是滿眼劍客，就是那個黑毛跟這個死魂大師為什麼那個狀態會有時候會打不到人上去接繼續接，是因為你是需要把人變成那個倒地狀態。就是你第一次接，例如說他現在接我一次黑毛，然後他要接第二次的話，我需要在那個倒地狀態，就是我需要被他打倒地，然後才可以接第二次。這是這個遊戲的那個特色來的，就是他那個遊戲設定來的。那你說，那所有攻擊都肯定會倒地那有什麼出奇的部分？那其實不是，因為有時候你的黑毛或者那個死魂大師會把人打下去掉落去嘛，那個打下去掉去那個是不會算是，就是那個系統不會判定為這個倒地狀態，它會繼續判定為這個站立狀態。對，所以的話，有時候如果你用黑毛把人打下去，用那個 combo 模式就是黑毛 combo 或者那個死魂大師 combo 打下去那個掉落去，然後再起來，然後你剛好要抓第二次的話，你用大力法師把它打上去，或者用其他手法把它打上去，然後你打上再接這個黑毛或者死魂大師的話，你是接不起來的，因為你沒有把它打倒地。對，所以的話，你現在知道一個特性了，就是為什麼有時候會把不到敵人連上來，就是這個原因。對，所以呢，主要就是把人打倒地，而且掉下去不算是倒地。對，這個就是
之前有個韓國的玩家在留言區跟我說的，那這個是一個很有用，而且這個是官方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的一個知識點了。那現在大家也知道了。OK， 那來到這個第4回合，那這個打這個盲眼劍客的話，那我們主要就是那個有重地的時候，我們就不要進攻的太猛烈。不然的話，那個盲眼劍客的重地其實是超級麻煩，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劍氣部分，对，就是現在這個一樣。那我們要怎麼打？那我們主要就是先把那個重地騙出來，就是OK 這邊騙到了，那我們就可以進攻。OK 這邊也不錯，這個就是那個雙悟空啊，是那個他那個跳2下那個重地，就是那個 double jump， 然後低 hold 的話，他是判定為這個跳躍狀態，所以的話有時候打地下的攻擊是打不到的，像剛才一樣。OK 這邊的話小心點啊，我們 OK 這邊他剛才換這個盲劍，我們就可以進攻，因為他沒有那個能量。OK 這邊呢直接下那個，可惜，那我們撞過去，不錯，這個位置是有點難撞，因為它是不是直線，所以呢有時候就很难撞過去。那我们没差。OK 這邊呢來個 basic combo， 然後再 SD， 可以啊。他那個壞了，剛才那個忍者是因為有加成啊，所以那個挺快。他那個 SD， 再加上這個忍者 SD 本身就很快，那這邊的話，可以，他皮膚開了。那我們現在小心一點就沒事了。那我們就先防禦他的那個重敵，然後防禦再衝過去。踢到！你這個可以啊。我覺得這個不是特別好，這個有點壞，就是這個做法我是十分之不同意的。对，那就開個玩笑而已。那不錯啊，他抓到我這個心理的那個行動，然後直接把我噴裝。那這個也是一個意向性的用法。那所以說這個是打得不錯，真的打得不錯。那來到這個第5回合啊，那第5回合的話，我們就小心一點。剛才他已經示範一次怎麼防止我這個不停防禦的那個狀態，他直接把我噴裝，而且因為我的心裡在想另外的事情嘛，就是在想我要怎麼抵擋他的那個重擊嘛。到時候的話，有時候他就會利用你在想另一個事情來進行一些突擊啊，就是你意想不到的攻擊，就有時候就來不及反應，就是這個原因。對，所以是剛才我說他那個做法真的是不錯，就是那個利用對面心理的一個方法，對，是不錯的一個戰術。OK， 可以啊，這邊應該是接不到，因為那個位置太差了，對他來說。這邊呢，我給他黑毛 combo。既然他上次用那個這麼厲害的那個戰法對付我，那我就這局我要送他無限可能的黑毛 combo， 对，就是那個作為回禮要送給他的東西。對，那我們想一點了，可以，他應該他打算用個泰拳把我破防啊，那我們就可以直接跳走去了。OK， 這邊重敵騙了，那我們就可以進攻，然後抓出去黑毛 combo。基本上抓出去的之後的那些黑毛 combo， 对面是不會用反裝來防的，因為他會覺得這個狀態太危險了。他這邊想一點啊，他有可能又想用那個剛才那個，可以這邊的話。可以，沒事。他算是給我機會了，因為剛才那個我幻獸英雄，他應該是直接把我噴裝，或者其他一個什麼致命性的打法，那他沒有，那就沒事發生，那直接把他炸下去。可以，他有5頁 SD 啊，那他基本上就淋血了，空了，不錯。那我施召技能全交了，那基本上我現在抓他一次，他就死了，那就別怕。因為我的血量應該可以再抵擋他2到3次的那個抓捕。OK， 跳走，符尾的用處就是這樣，直接有機會就斷人的 combo。OK， 這邊抓到 ，OK， 抓到，那應該死了他，那就記得訂閱這些。